这里反复建了这么多阁氏楼，是不是跟那个屋子有关？我最终依然没有办法杀401的成员，所以只好暂时答应鸠山，帮他找星月纱。但没想到，在无限阁氏楼里，会有如此多的斩娘娘。我花了很多时间，训了很多只日本人抓来的斩娘娘，带着日本人通过了这个地方。可深处的阁氏楼，仍旧嵌套着阁氏楼，毫无规律。我们完全找不到鸠山想要的星月纱在哪里。気をつけろ。開けろ。清水さん、大佐。でも量が少なくて町に物がたくさん。其实我们都已经中毒了。我说的对吧，鸠山美智？星月纱有毒，非常危险。这里到处弥漫着星月纱的粉尘，虽然含量很低，但是我们身体康健，呼吸频率高，自然就中毒了。可被你喂了药的401士兵，身体虚弱，呼吸浅，虽然中毒了，但却能撑上更久的时间。现在他死了，所以你们要重新让401的士兵变成斩娘娘，让他们来带路。这就意味着你要花费上更长的时间来让他们变异。一旦我们在这儿待久了，我们就很有可能因为中了星月纱的毒而一起死在这儿。不过也不一定，我们谁都不知道，这星月纱到底会把人变成什么样子。我说的对吧，鸠山美智？说吧，你要和我达成什么样的交易？我要你和你的人退到斩娘娘广场外，待在没有星月纱粉尘的区域，让401进来，让我们来找星月纱。斩娘娘广场是唯一的出口，我逃不出去的。但这样，你能毫无损失地得到你想要的。大舅，但鸠山非常谨慎，他只给我3天的口粮，我每3天就要把找到的东西送出来给他，然后交换后3天的物资。鸠山退到斩娘娘广场外，但我跟紧。我和401继续深入，想找出路。我们找了很多天，401身体里的丹药毒性也逐渐褪去。谁知我们在往前探索的时候，又中了日本人的星月纱，记忆全乱了。我要离开这个鬼地方！我要离开这个鬼地方！无言，无言，你冷静点。张培武，无言，那件401的兄弟不是你杀的，是日本人。日本人？那些日本人
不守规矩，一路尾随我们，被我们发现了，想动手了。我也，刚刚是你救了我，日本人是你杀的。无言，我在他身上找到了一卷易长生的誓言记录，不知道有没有用，你看看。这上面写的什么？幻世草者，复之，则脉息若断，如若梦寐，为星月煞，可解其毒。星月煞能解幻世草的毒。不用内疚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哎，你说日本人要这么多星月砂，他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他们想把星月煞用在中国人身上。那用在中国人身上会怎么样？星月砂可以麻痹中国人的意志，也可以削弱军队的战斗力，甚至让我们自相残杀，从而达到他们不战而胜的目的。父爷说的没错，所以，我坚决不能让鸠山得逞。我花了很长的时间，终于找到一处峭壁，往上爬就是通向地下河的洞穴，也就是曾经关押我的地方。发现了一处日本人没有探索过的水潭，水面上竟然出现了招魂幡。这水一定是活水，而且跟日本人带我去过的地下河相同。但是401的身体已经无法支撑他们离开，我只好暂时把他们藏起来，自己出去搬救兵，再回来救他们，再伺机反杀日本人。这是用幻石草做成的丸子，可以让人心跳放缓，就像冬眠一样。哪怕不吃不喝，也能撑个半个月的时间。无言，告诉佛爷，要杀光日本人，不能让他们得逞。我们不重要，阻止鸠山才是最重要的事。无言，拜托了。放心吧，我会把话带给张岐山的。赶紧把药吃了，来，来，大伙在哪？来，这给你。无言。
尽力。于是我将所有经历写下来，带在了身上。另外，我也做了备份，藏在阁室楼中，以防万一。等我再回来的时候，帮助我想起这一切。为了顺利逃出去，不再被日本人抓住，我利用洞穴里的东西，做了一个局。出路是找到了，可在那段地下河出口，前有日本兵驻守，后有一只巨大的宅娘娘窝在河道里。我要出去，九死一生，我得想个万全的法子。我用愈合幻石草做了一个肉丸，随后潜水离开。还将所有的关键信息藏在身体里。
我发现星月砂可以解幻石草做的毒，于是，我服下幻石草做的药丸，让自己心跳放缓，进入濒死状态，然后带着星月砂做的解药昏睡了过去。虽然我成功的脱逃，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在箱子里长期的缺氧，也导致了我的失忆。所以，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，才回到了这里。那老七他们是怎么死而复生的？是燃烛续命，我好像有点印象。那时我们确定黑影藏在门后，我们决定让黑影以为他的计谋成功，他们真的中计要死了。我为了让他上当，假装悲伤，结果这段记忆和我另一段记忆混合。燃烛续命，通往天庭，窥探未来。这个烛我可以燃，但我的人必须一个不少的还给我。中间的逻辑被补全成了救活同伴，而我们以为的那些神秘法术，其实都是因为在楼里吸入了星月砂，失忆了，将前后两段诗拼在一起，产生了错觉。完了，完了这就完了？啊！这门呢？开哪儿了？当时水道还未坍塌，我们是真的找到了暗门。哎，那里有道暗门。你们在这儿原地待命。是。哇，老五，你是说流年殿到阴间，佛爷看似是做法之后瞬间过去的，实际上是做法之后启动了机关？原来是这样，我们把找到机关暗门的记忆都忘了。那第二次午夜传送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这个过程是我们幻想出来的？中间的那次是另外一次下阁尸楼。老八，帮我做法。要是我真的回不来了，文是听八爷的，武是听七爷的。还有一开始，你们谁也没有注意到七妹，对不对？后来忽然间所有人都知道了，你们不觉得少了什么吗？有请八爷做法。五爷，别墨迹了，快点！老五，那屋顶上的手，那其实根本就是两段记忆，来自我们2次下来的经历。佛爷消失不见，我们分两边探索，互相都没有办法汇合，只有一条缝隙相连。我把找到佛爷的纽扣给了七妹，当时七妹对佛爷不信任，所以拼贴成了奇怪的记忆。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发现所有人的记忆都不一样了呢？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把大家的记忆放在一起好好对比过，有可能从头到尾
我们记住的都不一样。没错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，有些情绪，比如恐惧，我们都害怕同一种结局，就会下意识地往坏的方面想。可到最后，记不清的是事，反倒是心里那份害怕，是刻在骨子里的。所以我们想象的、真实发生的，还有一次次渐来重叠的记忆，全部混杂在一块儿。你们来过葛氏楼无数次，葛氏楼的法术秘密，你经历的一切既是真的，也是假的，它们都是你的记忆。沙子会让记忆骗人。我想起来了，难道是？我们来过葛氏楼，反反复复不知道有多少次。葛氏老祖根本不是真的，是有几次有人扮成他引导我。这牵牛花应该也是我给自己留下的记号。这样吧，我们分头谈一炷香的时间，这里汇合。那个死后的梦，不过是个信徒的生平记录，
被我拼凑出了虚假的前世记忆。这一切都是鸠山美智设的局。他的确非常了解星月沙，他步步设局，引诱我们越陷越深，让我们的记忆混乱，半点痕迹都无法找回。よろしい。奴らを連れて行け。五郎湖ならもう崩されたよな。そして奴を内岡さんの本題離脱させろ。五郎湖は人を救うためカクセロの奥に行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。本来ならそこまでの窮地に陥る必要はなかったのに、全ては長吉さんを助けるためのだ。彼が深く入り込むほど毒が回り、記憶が乱れていく。所以说，我们在长沙的阁室楼里，是自己给自己编了一个完整的探索故事，记不清的全靠想象给补上了。怪不得呢，从流年殿一睁眼就到大鬼地宫里了，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些机关的破绽。殷长生、阁室老祖都是利用这种混乱的记忆，形成自己所谓的法术吧。鸠山每次带我来这里的时候，我忽然就意识到了，在这里陷入无限的是楼，可在长沙陷入无限的是我们。所以你才画了这么大的一个表盘在这里。时间是解谜的关键，这一切都是因为吸入了星月沙，所以殷长生的法术是假的，都是障眼法。那丁千岁呢？他可不在阁室楼，我们亲眼看见他死于法术。张启山，你高估你自己了。我既然知道法术是怎么回事，我就有能力倒转时空。他使用的星月沙，还是对你发挥了作用。你记忆混乱，将丁千岁放走。但他被变异的黑影杀死，伪装成了开膛破肚的样子，用星月沙控制你的亲兵，重新将尸体送回来，两段记忆拼贴，就变成了法术成真。哎呦，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还中了星月沙的毒啊？只有有法术的地方才会有星月沙，就算这里真的有，那我们已经中了，我也来不及了。在我的印象里，鸠山美智基本不受星月沙的影响，这就说明他已经有了解读星月沙的方法。
归根结底，一切的根源都是来自翟娘娘身上脱下来被称为星月砂的灵血。它可以让我们的记忆混乱，甚至产生幻觉。但是这个东西消耗的极快。鸠山美智必须要到须弥镜里面最核心的屋子里，因为在那个屋子里有大量他想要的东西。星月砂。又是你！沙子，是这些沙子在作怪。那个金罐子里也有这种沙子。你很聪明，整个阁室楼里到处都有这种沙子。这些沙子会让人的记忆发生错乱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就是你。对，我就是你。你终于想起来了，其实我就是你。你就是我。对，你第一次进入阁室楼的时候，就已经发现了它的秘密。你一路探索，来到了这里，但你知道，发生过的事情会不断的被忘记，所以你只能给未来的自己留下一些重要的线索。为了不让你发现，所有的字条字体都是用左手写的。所以，你指引我一路到此，就是为了告诉我阁室楼的真相。不止这些，我还想要告诉你，未来的路该怎么走。我已经想清楚了，但你还没有。你的内心深处还藏着脆弱的一面，你一直不愿意面对。不，我早就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我了，是吗？你再仔细的想一想，还有一件事你没有意识到。我刚刚说了，我就是你，但你还不是我。
我哥，这一路走来，一定很累吧？阁氏楼层层嵌套，鸠山美智早就掌握了其中的法术。你我身在其中，不过是笼中挣扎的困兽，早晚会死在这里。这一点，你我心里早就清楚。青梅，你跟我逃出去吧。我们离开阁氏楼，离开日本人，离开这里所有的一切，去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一起隐居，就像之前我们约定好的一样。你相信我，接下来的一切我都会处理好。只要有我在，这里的一切都不该由你来承受。青梅，跟我走吧。我不能走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不应该逃避。我不想依靠别人，我只想靠我自己。果然如你所说，你已今非昔比了。为什么要用幻象来欺骗我？我没有骗你。你在幻境里看到的一切，都是你内心真实所想。但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非常重要，你的内心不能有任何弱点，也不能有半分依靠他人的念头。所以，你用5个来考验我。阁氏楼里的星月砂非常厉害，被拼凑的记忆会不断攻击人的内心深处，但凡有一丝破绽，便可能永远都陷在这个轮回里。